北极熊究竟有多可怕？独角鲸的杀伤力到底有多恐怖？你见过全身雪白的北极狼吗？你知道真正的北极之王究竟是谁吗？北极位于地球的最北端，这里环境恶劣，气候寒冷，冬季的最低气温可低至-68度。这里与南极一样，拥有极昼和极夜现象。距离北极点越近的地方，这种现象也就越明显。每年一到了11月23日之后，这里将会有接近半年的时间是完全看不到太阳的，并且温度还会降低到-50度。此时的北极除了漆黑，还有寒冷刺骨的暴风雪在四处扫荡。但即便是环境这么恶劣的地方，仍有很多动物生活在这里。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各位领导找出了生活在北极地区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极地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10个，北极狼。北极狼也叫白狼或者极地狼，这种狼原产于加拿大的高北极苔原地区，它属于一种体型中等的狼。北极狼的肩高可达80厘米，体长最长可达1.8米以上，体重可达100斤以上。虽然被称为白狼，但它们的皮毛颜色不只仅有白色，除了白色，偶尔还会有红色、灰色以及黑色的少数个体。北极狼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这种地方除了寒冷，其实更可怕的就是荒凉。在靠近北极点的地区，一年中有长达5个多月的时间是完全没有太阳的，此时的温度会降低到-50多度。在这期间，食物资源会极度短缺，而北极狼为了生存，则必须在漆黑寒冷的环境下捕杀猎物。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食麝牛和驯鹿为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它们也会攻击人类以及其他动物。据观察发现，北极狼并不惧怕人类，它们可能要比其他的狼更加危险。主要原因就是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食物资源匮乏，所以在野外遇到的一切活物，它们都会尽可能的让对方成为自己的食物。它们与大多数的狼一样，也是群居生活，一群通常由5到10只组成。狼群里同样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捕杀猎物的时候，它们也会采取最有效的攻击阵型，战斗力非常强悍。而第9个，北极狐。它可能是世界上颜值最高的一种狐狸，漂亮的外观被人们誉为雪地精灵。北极狐也叫白狐，它分布于整个北极地区。这个物种的耐寒能力极强，只要气温没有低至-70度，它们就不会发抖。这个家伙通常看上去都胖乎乎的，这其实就是它们在秋天为自身积累的脂肪储备。气候温暖的时候多吃一些，才能够度过食物匮乏且漫长的冬季，并且厚厚的脂肪，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自身提供更好的保暖效果。北极狐的体型不大，它的体长可达60厘米，体重也就在10几斤左右。体型虽然不大，但是这个小家伙却具备很强的迁徙能力。每年一到了冬季，北极狐就会离开自己的巢穴，迁徙到600公里以外的地方生活。到了第2年，气候逐渐变暖的时候，它们仍可以再次返回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野外，北极狐主要靠捕杀一些驴鼠、鱼类以及鸟蛋为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它们就会紧紧地跟在北极熊的身后，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吃北极熊剩下的食物。当然，这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北极熊实在找不到食物，也会回头将北极狐吃掉。好，第8个，厚嘴海鸭。这是一种远看上去与企鹅很像的一种海鸟，由于它与企鹅一样都拥有一个白色的肚子，并且这种厚嘴海鸭也能够像企鹅那样下潜到海水中游泳，外观看上去与企鹅也有些接近，所以这种鸟被誉为北极的企鹅。当然我们都知道北极是没有企鹅的，这个家伙其实属于海雀科的一种鸟类。厚嘴海鸭的体长可达40多厘米，它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主要靠捕食海里的一些鱼类为生。这种鸟的翅膀较短，因此拍动起来的速度很快，这种短小的翅膀可以帮助它们在水中实现快速游泳，它们的潜水能力很强。厚嘴海鸭一头扎进水下，最深可以下潜到水下150米的深度寻找食物，一次潜水的时间最长可达4分钟。由于长期居住在海边，因此这种厚嘴海鸭从出生起就需要练习这项潜水技能。厚嘴海鸭的巢穴通常都住在面临大海的悬崖峭壁上，因此它们也会将自己的鸟蛋产在这种地方。刚出生的厚嘴海鸭不等羽毛丰满的时候，就需要冒着生命危险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往大海里跳，目的就是为了练就潜水的技能，同样也是生存的技能。第7个，独角鲸。你敢相信吗？这个物种前端的那根长角，曾经的价格是同等重量黄金的10倍。在16世纪最贵的时候，一根独角鲸的角就可以买下一座城堡。这个物种其实是一种生活在北冰洋海域的一种齿鲸，它前端那根长达2米多的长角，实际上是它的一颗牙齿。这颗牙齿从它的上颌处穿过嘴唇，形成螺旋状。由于长得类似于角一样，所以被称为独角鲸。它的这颗长牙除了可以用来打斗，更重要的就是为了彰显它们自身在同类中的地位。牙齿越长，地位也就越高。独角鲸也叫一角鲸，
鲸，它们的体型与白鲸差不多，抛开长牙之后的体长最长可达5.5米，体重最重可达1.6吨。这个物种通常也是群体活动，在海中它们主要靠捕食比目鱼、北极鳕鱼以及其他的一些鱼类为食。在野外，它们的平均寿命为50岁。其实它们的寿命可以更长，但是由于它们需要呼吸空气，因此每年一到了深秋之后，北极水域表面开始结冰之前，它们如果没有找到开阔的水域，就会被厚厚的冰层阻挡在海水下。如果冰层太厚，它们没有能力将冰层破开，就会活活被憋死在水中。好，第6个，白鲸。毫无疑问，白鲸绝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同样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我们很多人与白鲸的第一次碰面，多数都是在海洋馆，但实际上北极才是它们真正的家园。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白鲸都生活在欧洲和加拿大以北的北极和亚北极海域中。与海洋馆里的不同，在这里它们是群居动物，通常会有多达上百头白鲸在一起活动。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食一些小型鱼类为食。由于白鲸的牙齿既不大也不锋利，因此它在进食的时候只能依靠吸力将食物吸进嘴中，然后整个吞下。如果吃一些较大的鱼类，就有可能被卡在喉咙里。对了，再有就是白鲸具有很强的声音模仿能力，这个家伙能够向外发出多达几百种不同的声音，比如猛兽的叫声、牛叫声、猪叫声、鸟叫声，甚至人叫声，它都可以模仿得惟妙惟肖。也正是因此，白鲸也被人们称之为海洋中的金丝雀。第5个，公头鲸。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嘴巴最大的动物。公头鲸的嘴巴占身体长度的1/3，它的嘴巴长度可达5米，高4米，宽2.5米，但是它的舌头就重达将近1吨，这使得它要比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的嘴巴还要大。不仅如此，公头鲸还有可能是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据估计，它们的寿命最长可达200多年。这个物种是一生都生活在北极和亚北极这种寒冷水域的一种鲸鱼。它们的体长可达21米，体重可达100吨以上，但是它们的脂肪就厚达半米，这几乎是所有动物中最厚的脂肪了。超厚的脂肪可以帮助公头鲸适应极地水域的寒冷。这个大家伙拥有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头骨，这种头骨构造可以帮助公头鲸能够轻易地破开北极的冰层，浮到海面上呼吸。公头鲸与其他的大型鲸类一样，也是一种大型滤食性动物。在北极，它们主要靠捕食磷虾和一些浮游生物为食。一头成年的公头鲸在1天之内就需要吃掉大约1.8吨左右的食物。第4个，海象。对比北极地区的其他动物，海象这个物种貌似并没有太突出，但实际上你知道吗？海象是北极浮冰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之一。顾名思义，它之所以被称为海象，意思就是海中的大象。一头成年海象的体长最长可达4.5米，体重最重可达3吨。它嘴里那2根獠牙的长度最长接近1米，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打斗以及彰显自身的地位。海象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趴在浮冰上睡觉和休息，只有到了饥饿的时候才会下潜到海里觅食。在水中，它们主要以一些底栖动物为食，尤其是蛤蜊。它们经常会下潜到一些较浅的海底搜寻蛤蜊。在觅食期间，海象可以利用嘴巴向海底喷射水流，目的就是为了清理附着在蛤蜊身上的泥土，然后用嘴唇将蛤蜊夹起来，轻轻一吸就能够吸出蛤蜊的肉。吃蛤蜊的技术那家伙是相当厉害。在北极地区，由于其体型庞大，并且拥有长达1米的獠牙，因此很少有动物可以威胁到海象。虽然北极熊有能力捕杀海象，但大多数都是捕杀的海象幼崽。北极熊一般情况下并不会选择成年的海象下手。北极熊如果在与海象的打斗过程中不慎落水，那么海象就有可能利用獠牙将北极熊杀死。真正能威胁到海象的只有虎鲸。好，第3个，麝牛。麝牛也叫麝香牛，它是生活在地球最北部的一种有蹄类动物。这种牛每当到了发情期，身上就会向外散发出强烈的麝香味，因此它才被称为麝香牛。麝牛原产于荒凉的北极地区，它们通常都活动在北极的苔原地区。在这种地方，只有在夏季的时候地面才会有植物，一旦到了冬季，这里就会变成极度荒凉且寒冷的不毛之地。生活在这种地方的绝大多数动物都会在冬季来临之前远走他乡，寻找温度适宜的地方过冬。但是这种麝牛则会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冬季的苔原地区长时间被冰雪所覆盖，麝牛为了填饱肚子，只能利用自己的蹄子刨开积雪，然后去吃一些干草和一些苔藓类果腹。它们之所以不用通过大批量的迁徙去躲避北极的冬季，主要就是出自它们自身极强的御寒能力。麝牛身上的皮毛非常厚，并且具有很好的保暖效果，它可以抵御北极零下50度的气温，即便是夹杂着暴风雪，它们也感觉不到任何的寒冷，非常抗冻。但有一点就是特别怕热。在野外，它的天敌主要就是北极狼以及北极熊，特别是北极狼。据研究发现，麝牛死亡率的1半都是受北极狼的影响。第2个，驴鼠。它是人类已知世界上繁殖能力最强的动物。
旅鼠的外形非常可爱，它们体型不大，体长最长也就在18厘米左右。这个小家伙常年居住在北极地区，通常都活动在北极的苔原地区。这个物种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可以进行繁殖，并且繁殖能力极强。你可能很难相信，一只雌性旅鼠在1年之内就能向下繁衍上万只后代，它们一年能生7到8胎，一次就可以生下12只幼崽，并且这些幼崽仅需20多天就可以达到性成熟，而且它们仍可以继续生育。如果一直推算下去，不到第4代，它们就可以繁衍到上万只。虽然繁殖能力极强，但是旅鼠的寿命却很短。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的旅鼠的寿命都活不过1年，主要就是气候以及天敌原因。在北极地区，旅鼠是很多食肉动物的猎物，有时候即便是草食性动物驯鹿，也会时不时的用脚踩死一只旅鼠，然后吃掉。所以这个物种在一定意义上为北极的其他动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好，第一个，北极熊。毫无疑问，北极熊其实就是名副其实的北极之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陆地食肉动物。一头成年的雄性北极熊的头体长度最长可达2.5米以上，体重最重可达1600斤，双腿站立起来的高度最高可达3米以上。它是一种超级肉食性动物。北极熊98.5%的食物都是由肉类组成。在北极地区，它们几乎可以捕杀一切陆地上的动物，即便是体型比自己还大的海象，北极熊也有能力将其干掉。除此之外，它还可以下潜到海水中捕杀猎豹，甚至白鲸，战斗力相当强悍。在北极，它是这里的顶级捕食者，除了人类和北极熊的同类，它们没有任何天敌。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